嗨，大家好，我是哲敏。今天是我们 Momental 疯狂动力学的公开课。这节课给大家带来两个看似简单、熟练运用后可以四两拨千斤的小案例。那这次后半部分案例是我在 Quarantine 3D 艺术节上分享过的一个小动画。两个案例的核心技术知识在疯狂动力学第一期的直播课中都有讲到过，但我们这一次公开课呢，能仔细的去过一过里面的细节。这套公开课分为4个部分。我们将使用到 SysD 的动力学、修改器、运动图形等多个模块，以及一些冷门的小技巧。最后还有一小部分 X-Particles 的技术，但是没有 X-Particles 的同学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一部分我们只是在优化最后的效果，如果没有的话也是不影响的。那正如前面说的，这套课的技术呢其实不难，但是呢它可以去延展出很多的创意。那我也希望大家学完这套公开课可以做出来自己的用这套技术延伸出来的作品。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那我们先从建模开始吧，先建一个盒子，然后适当调节一下大小。你想做一个方一点的，就稍微的调高一点，按 C 键把这个盒子 C 掉，然后把这个盖子单独的分裂出来。切换到面模式之后啊，点右键，然后点这个分裂，然后我们把原模型中的这个面删掉。这样的话，我们就有2个部分了，一个是盖子，一个是那个箱子本身。然后呢，这里用一个小技巧去改变一下轴心的位置。我需要点一下这个轴心工具，或者按一下键盘上的 L 键，然后呢，找到这条边，点一下。好，这个轴心现在就移到这里了。然后你记得要关掉这个轴心模式。这样的话，我的轴心就在这个轴上，你就可以通过这样子旋转去控制这个盒子的开合。我们命一下名，随便取什么，这个叫 box。好，我们把这个盖子拆开来以后呢，我们来做一下盒子的开合动画。那这部分呢，如果你熟悉修改器的话，可以用颤动结合一个线性域去控制这个盖子它单独的一个弹性。这个也是比较简单，但是要求是你对域相对熟悉一些。那我们用一个更为基础的一个方法，就是手动关键帧的方法来实现这个盒子的开合，并且给它做一定的颤动。OK， 我们先从这个 P 这个 rotation 上开始，先给它 K 一个关键帧，按一下 Command D 打开工程设置，然后把 FPS 改成60，正常是24或者30嘛。但我们做这种小动画的话，因为不用考虑到渲染成本之类的嘛，就一般来说可以给到多一些帧率。那在微信的视频号啊，或者在一些抖音之类的，它都可以支持一些比较高帧率的一些效果，会看起来更流畅一点。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比如说30帧的时候，我们先给这个盒子一个最基础的打开的动画吧，到-350的样子，稍微给它留一点点的，不要是平的，平的看起来会没有那么自然，因为盒子它毕竟是有一定的那种约束嘛。好，我们看一下，这是30帧的一个效果，对吧？我们在0帧和30帧各 K 的关键帧，我们改成60 FPS， 你会发现中间就流畅了很多，因为它有更多的帧去补充这个细节。同样是1秒钟的播放时间，你原先 K 在30帧的东西，现在变到60帧了。然后我们来给这个 P 的这个关键帧啊，稍微的 K 一 K 曲线。好，方法是在这里点到 P 右键，然后 Animation 打开修 F Curve。好，回到这个 Rotation， 选择所有的点，你可以直接按 Ctrl A， 然后点一下这个 Smooth， 把这个轴往中间拖一点。你看现在我会得到一个有缓动的一个盒子开合。如果你想要这种效果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完成了。但是呢，我想要它结尾的时候能够稍微有一点回弹，这样看起来会有一点点卡通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呢，把这个末尾帧啊，按住 Shift 往前回来一点，末尾的时候给它加一个回弹。那你可以理解为呢，这个-350度啊，其实就是我动画的底线，也就是这个东西它最多可以转到这个位置。我们做后面的 K 帧的时候，不要超过这个值就可以了。好，我们按住 Ctrl， 在这个黑线上点1到2个点，让它结尾的时候是回到-350。然后呢，选中这新的几个点呢，也再去点一下这个 Smooth， 然后它会自动给每一个点上添加一个均匀的手柄。OK， 我们把这个前面的2个再把它给拉回来一点。
然后呢，按住 Shift 把这两个平行的东西拆开来。好，再拖一拖，再把这个拉起来，这样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回弹。我们可以播放看一下效果。这样有点夸张了，对不对？因为我起得太高了。这个第一步操作呢，可以让你大概有一个参考，这东西要弹多高。而且我觉得它时间可能也有点长，我们回来一点。一般来说都是一个递减的状态，就是越往后越小。有一点怪，把这个回来一点。我们让前面的时间短一点，后面的时间长一点。有一点意思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太多了。这样就好了。好，大概记住前面的这个流程啊，就像你做那种小球落地的弹性动画呀，都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来。但是我的呢是属于拱起的这一部分是稍微前移的，而且它落地起的那个过程啊，你可以这样，就我现在是有一点缓冲的，我在这样转过来的时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开始减速。你也可以让它没有减速，就是直直的撞上去，然后再回弹。一般这种直着落下去再弹回来的比较像金属的感觉，像木板，非常硬的木板，而且是重重的砸上去。我这种稍微有一点阻尼的会更像纸箱子一点，但是其实弹的还是稍微有一点夸张。不过没关系，我觉得这样已经可以了。好，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个盒子上再做一点细节，因为一开始我们是这样一个盒子嘛，我们现在把它拉出来以后，到最后一帧再来修改这个模型，会比刚刚的视角要好一点。我们选中这个边，然后摁住 Ctrl 往前拖一点，拖个1的样子，然后选中这两个点，点一下 Bevel， 给它稍微倒一点角。好，这是我们盒子里面的那个插销，我们来播放看一下，对吧？现在这个东西它是从里面出来的，你会发现它有一点点穿插，不过没有关系，因为它的动画很简单，它是以这个为轴心去旋转，所以我们呢可以在这里选中这个面，把它往回拉一点点。OK， 回到第一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没有穿下来了，它会稍微留一点缝在这儿。一会儿呢，我们再来给这个盒子加厚度。那这步完成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去创建一个棋盘格，应该是在 Surface， 然后把它贴上去，然后检查我们的 UV 是不是 OK。你看刚刚新建的这个东西就有点问题，我们可以在后续再去调整这个 UV， 没有关系。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来给它添加厚度。添加厚度有很多种方法，我们选择其中一种，叫细分，叫布料曲面。好，然后呢，用一个 Connect 连接对象，把这两个东西焊接在一起，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两个点是分开的，对吧？我们需要用一个 Connect 把这个动画焊接在一起。然后把这个容差度稍微的调小一点，然后把整个拖进布料曲面里面。布料细分还是布料，反正英文叫布料表面嘛。然后我们把这个 Subdivision 关掉，不要任何的细分，稍微的添加一点点厚度。你放大看一看，我们按 NQ 把这个材质先关掉，你就贴近来看一看你的厚度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要求。我们回到第一帧看一眼，往外拖。这个方法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在这里的处理不是那么的完美，包括在这里，我们在转到一定角度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太对的那种细分这个加上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办法太好的处理这个问题不过好处是呢，这样最后我们生成的物体会是一个整体的物体，方便我们去展 UV 画贴图啥的。
对吧？其实这个很小的细节，如果放在很小的地方，基本上是看不太出来的。我们这个方法唯一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在这，它的一些关于平滑表面的一些处理啊，虽然这是临时的，就是有一点不完美，包括这个布线。好，我们接下来呢，去把这个整个东西啊，把它给烘焙成点级别动画，弄成一个单个的物体。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主要还是因为我说的，你想要做一件好的东西啊，你可能需要去展它的 UV， 要去给它画贴图。但是呢，我又要保留这个 cap 的动画，保留这个动画。如果你直接 C 掉这个不了曲面的话，那这个动画就没了。当然你分开来画也是 OK 的，对吧？图简单的话，你可以分开来画。我们接下来呢，要把这个有厚度的盒子呀，把它烘焙成点级别动画。怎么做呢？通常来说，我们在这个 F-curve 里面，曲线面板里面，你把这个东西往里拖，就有一个 closed surface 了。然后到 function 里面找到 bake objects 烘焙对象，然后呢，这里点上所有参数。有很多教程跟你说，哎，不用这些东西啊，你只要勾上 PLA 就行了。没有用，很多时候 SysD 的这个功能啊，经常会出 bug， 你就直接点上所有参数就好了，然后点确定，你会发现布料曲面它烘出来的还是一个布料曲面，它完完整整的把这个东西又给你搞出来一遍。好，前面我们试图去烘焙这个布料曲面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问题，也就是你用 SysD 自带的那个 Bake Objects 对它是无效的。那我们这节课呢，要讲一些非常冷门的小技巧了。第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去把这个东西啊全部都塌陷，然后转化成一个带动画的多边形，也就是 PLA 动画。PLA 动画的全称啊，我们这里简单讲一下，它的全称是 Point Level Animation， 也就是点级别动画。那点级别动画呀，顾名思义，它区别于普通的关键帧动画呢，它记录的是点的动画。也就是说，假设我0帧 K 了一个 PLA， 我在60帧再 K 一个 PLA， 那 SysD 会根据0帧和60帧同序号的点的位移去自动的补上那个轨迹，从而产生动画。那普通的关键帧它记录的是位置、缩放和旋转，它是基于物体的轴心的，用这个轴心去带这个物体运动。然后呢，普通的关键帧它也会记录一些参数，变形器啊，像克隆啊，像 MoGraph 啊，像玉啊，它们去产生的一些东西，那个参数它也可以是记录的，包括颜色。好，我们回过来说，我们 PLA 动画呢，在 SysD 里面啊，它通过这个开关，这默认的话是这几个都点亮的。我们这里有一个9宫格9个点，那这个开关打开来之后，你就可以通过前面的钥匙去记录点级别动画了。但是它的前提呢，是你的物体啊，它必须是一个可编辑对象，像这种布料曲面是没有办法记录点级别的。对于这种是可以的，你可以单独的去这样去记录它每一个点的位置。但是你想0到60帧，我一帧一帧的去记录也挺辛苦的，而且最后我不想要有那么多的 connect 呀、cross surface 呀这些层级在里面，搞不好就会出问题。那我们接下来用的一个方法呀，首先是把这些东西都塌陷了。那先跟着我做，我们来拖到最后一帧，到第60帧。为什么要拖到60帧？我后面会讲。我们先拖到60帧，然后把这个布料曲面转成当前状态转对象，转成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中键点一下它，点连接对象加删除，把它塌陷成一个物体。好，撤销。好，我们这个时候隐藏这个 closed surface 的话，就只剩下我们新的这个物体了，但是它是没有动画的。你看，它始终就是停在最后一帧的。然后呢，我们用到一个东西叫做网格修改器，也叫网格变形器。我们把它弄出来之后呢，把这个 closed surface 拖进来，点一下 initialize， 然后呢，在这个扩展这里把 surface 勾上。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新的 box 它就会跟着我们之前的那个东西运动了，是不是很神奇？好，这里来讲一下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
这个 Mesh Deformer 它比我们说的点序号识别根据序号去补间呢，它要更高级一些。它所处理的呢是一个点周围的，假设说我们这个叫做新的物体嘛，那这个叫旧的物体。我们这个新的物体上的每一个点会去通过 Mesh Deformer 读取旧的物体上同一个位置附近的点的位置，然后呢把它们一一对应起来，根据距离的远近会有不同的权重。然后呢你的老物体在动的时候，这个新物体就也会跟着动，就有点像提线木偶，或者说我们说像一个对吧蒙皮的那种感觉。好，那这个东西的妙用呢就是这样，它可以用低模去驱动高模，这个东西应该上过动力学课程的人会比较清楚，我们在课程里面很多地方都用到了。好，接下来要做的呢是我们把这个独立的物体，它没有那么多层级，也没有那么多部件，把这个独立物体的点级别动画给一键给轰出来。我们用到的功能叫做 Cappuccino， 在 Animate 里面有一个 Cappuccino。 好，我们打开这个 Cappuccino 以后呢，记得选中我们的物体，我们要烘焙的这个物体，然后呢再次确认你的 PLA 开关是勾上了的，默认的话好像是关掉的，把它勾上。那勾上之后其他的什么 PSR 你勾不勾无所谓，只要确保这个 PLA 勾上了，然后点下 Start Real Time， 然后在视图的空白的位置摁住左键，它就会播放，然后播放一次就完了。你再看一下你的 box， 你会发现它添加了好多关键帧，对吧？这个时候把 Mesh 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它已经有动画了，是不是很神奇？这个方法很暴力，它可以第一可以剔除掉层级，第二可以把一些我们这个叫做生成器把它给塌陷掉，然后出来的东西非常的干净，而且它可以导到别的 CG 软件里面去，这种动画 FBX 是可以导的。然后你会发现零帧是没有这个点级别的，那你如果出于强迫症的话，可以自己添加一个方法呢，就是把这几个先关掉，只留下最后一个9个点的图标，然后点下记录关键帧，然后重新开回来，开不开看自己习惯了。然后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点级别的动画多边形了。刚刚那个方法呀，我们其实很有用，我们再演示一下它的扩展用法。我们比如说建一个球，然后你到这个 Cappuccino 这里打开，然后 PLA 可以不用了，因为我们这个是个程序化的多边形。我们点下 Start Real Time， 然后你去拖这个球，你看60秒很快，对不对？那你拖出来的轨迹就会成为它的轨迹。这个方法很适合用来做一些像摄像机动画呀，像很随机的那种物体运动，它会记录的很快。而且如果你有一个那个 Space Mouse， 就是一个 3D 的鼠标球，那你做这个摄像机动画呀，做物体的位移可以做得很丰富，就用这个 Cappuccino 来做。好，这是第一种方法。好，我们来讲一下第二种方法，就是 Alembic 法。那它呢是在 CCDR20 以后推出的一个功能。我这个场景中已经事先的放好了3个不同类型的东西，它可以把这种像 Cloner 啊，或者布料曲面啊，或者有修改器变成的这种多边形，可以把它转成统一的 ABC 文件。你也可以呢直接转成 ABC， 然后呢它就会有一个特定的这种格式在 CCD 中被使用，相当于一个封装的过程。然后呢导出的东西可以在 Marvelous Designer 或者 Houdini 里面去调用，相当于一个行业中通用的一个格式。那我们来借助这个东西呢，把其他的类型转化成点级别动画，这个东西会非常有用。我们来演示一下怎么做。那通常常规下呀，比如说我们有个克隆，我们先播一下这个动画啊。这个克隆呢是有一个 time effector 加上一个不符域去控制它的旋转。那我们通常呢转着 ABC 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有很多子集的一个 ABC 文件。你有克隆多少份呢，它就有多少个 ABC 文件。这是克隆，就是一般的 MoGraph 它直接转化成 ABC 以后的样子。像这种多边形，我是加了一个 twist， 然后 K 了一点点动画，对吧？这种你也可以转成 Alembic。那得到的呢就是一个这样的 ABC 文件。你把原先的关掉之后，你看它一样是有这些动画的，包括刚刚的克隆。我们再看一眼，把原先的克隆关掉，然后你点播放，这个克隆新的这个 ABC 它是可以有动画的，而且你可以分别的去给它们开关，去给它们有一些时间上的偏移，
也可以呢去给它们贴上不同的材质。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棋盘格，我贴在中间这个，然后记得打开。我是有关掉那个材质预染，这里叫 NQ， 可以打开这个材质预染。然后呢，这个布料曲面也是可以转的，直接在母级上点一下，那它就可以转出一个这样的独立的文件。还记得我们之前为什么要用 connect 吗？就是因为它可以把它的子集以下所有的东西合并成一个多边形。那我们呢会借助这个 connect 来转化很多不同类型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克隆，它是由3个部分组成的，对不对？我们直接烘焙成 ABC 的时候，它会分成3个东西。那我们这个时候借用一个 connect， 我们来创建一个，借用一个把它拖在最下面，这个是新的。然后呢，你在这个物体里面贴进这个克隆，然后你看原先的克隆就不见了。你点播放呢，这个新的连接就已经接管这个克隆了。然后你在它的基础上去点一下烘焙成 ABC， 就可以得到一个整体化的一个克隆，看到吗？它现在是一个物体。好，这是一个转化的过程，它可以把很多层级转化成一个独立的东西。那我们留着这一份，一会儿呢我们来看看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再转成点击别动画。它现在其实是一个 ABC 文件嘛，同理呢，其实我们就不再做多演示了，你用这个 connect 转到这个 cube 上，也是可以去把它烘成 ABC 的。但是呢，你要有一个小细节，就是 connect 所在的位置啊，它的那个轴心，你烘焙完了之后会以 connect 的轴心为准。解决办法呢，就是在创建这个 connect 的时候，记得把这个居中轴心给勾上，那它的轴心就会在这个新物体的中间了。另外，除非你想把那个相邻的点都焊接在一起，一般情况下焊接是不用勾的，会改变拓扑结构。我们这里有一个做法，就是把2个物体一起放在一个 connect 里面，通常这样也是 OK 的。但是有时候你把克隆啊、分裂啊这种 MoGraph 对象当做连接的子集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有的时候会丢失掉克隆的动画，它只识别这个子集里面的第一帧。所以比较好的做法呢是这样，去创建一个连接，然后把你的有带动画的物体拖进它的这个物体里面去。你可以把一个空白去规整很多零散的物体，然后一起拖进这个连接里面，那这个连接就会接管你原先的物体。好，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来清理一下。我们只需要这个开箱的这个东西。我们之前用了网格修改器，这一次呢，我们来试一试 connect。那这一次的 connect 呢，不能用这个，因为我还有一层加了厚度，所以我们重新创建一个新的，摁住 Command， 摁住 Ctrl， 在它的原位上创建一个，然后把这个 Close Surface 拖进来，去掉这个焊接。然后呢，我们给它烘焙成 ABC。好，那这样上面的这些就都用不到了，可以隐藏一下。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最新的东西，你点一下播放。OK， 其实已经把它封装成一个物体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去时间轴里面把它给拖进来，点击别动画，我们来看一看会得到什么。你看，这样一次就成功了，其实，对吧？我们直接就把这个 ABC 给烘焙成功了。这个方法其实比上一个要快，对不对？它步骤很简单，但是有的时候呢会不成功，就是你烘焙完了之后出来一个这个一模一样的物体，然后呢还是这个 ABC。那我们呢有一个小技巧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把这个 Alembic 先 C 一遍 ，C 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后面带一个 A， 其实它是没有区别的，它基本上就还是一个 ABC。但是呢，它的类型已经转成多边形了，只是这个 ABC 会去接管它的点级别的位移。然后呢，我们去打开时间轴，还是一样的，把它拖进来，再烘焙一次。基本上这样呢，你得到的新的就是带点级别动画的一个开箱了。这里再插播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把这个盒子弄成点级别动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想要把它弄成一个整体的物体。目的呢是用一张贴图就可以解决它上面各个面的一个绘制。就是我这个盒子它有画一些，我有给它贴一些标签啊，画一些那种纸箱的纹路。那我们现在来看呢，这里的这个 UV 是不太对的。你看这个盒子因为后期建模的原因嘛，就是这里会显得很密集。那我们去展一下 UV。那已经弄成一个整体了之后呢，你可以在这里把原先的 UV 先解锁，
然后呢它其实是不太影响的。我们切到只要你是用 R23 啊，就是它的那个展 UV 功能还是挺好用的。我们在这里切到一个 UV 的界面，正常叫 UV Edit， 就是这个，我是自己录制的时候改了一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上是一样的。切到这个模式以后，我们来切到边模式，一开始默认应该是物体模式，然后呢来选择一些准备切开的边，那这个我们就不细讲了。总之就是摁住 Shift 键一直加选，把你想切开的地方给选上。原则呢是尽量让这些切割的边，箱子是其实最简单的，如果是一些其他类型的物体，尽量就是原则就是让它在摄像机背面的位置去切。当然像盒子这种呢，你就找它的正方的位置切就行了，这种正边很容易的。里边的话，我这个是双面的嘛，所以里边也是要切开的。里面的话就比较随性一点，基本上按照你画贴图的时候想要连接的部分把它给保留在一起，不切开，然后不想要连接的地方就切掉。像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要切掉的，这个地方把这个厚度单独的搞成一条，检查一下，应该差不多。我们就这样选好边以后呢，你在这个中间有个地方叫 UV Unwrap， 点一下它之后，它就把你的刚刚选中的这些边全部切开了。然后我们再点一下这个 Apply 去 Package 一下，这里有一个自动 UV 整理，点一下 Apply 就行了。然后你看刚刚的这一面，这个箱子就像我们平时那种箱子展开的感觉了。这个应该是里面吧，看一下，这个是里面，这个是外面。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图导出来到 PS 里去画贴图。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操作。你看现在顶上这个就相对比较均匀了，其他地方也是比较均匀的。这样的 UV 是比较好的，只要你用的是 R23 这个功能就挺方便的。然后我们拿到这个新的 UV 以后呢，我们可以在对象管理器里面有一个 Baker Material， 然后在这里设置路径和格式，比如说 JPG， 然后尺寸你想要多精度多高的图你就填多大，一般弄一个正方形的，其他的不用管。然后到这个 Option 里面把 UV Map 勾上，也可以勾上一个 Color， 然后点一下 Bake。 好，然后到你的那个工程目录里面去找，会得到2张这样的贴图，一张是这样的，还有一张是这样的。那你在 PS 里面结合这2个东西，去给你的箱子的各个部位去画那些纹路就可以了。给大家看一下当时做的这一张贴图，它其实就是大概这样的。在 Google 上去找一些，或者去那个 Bridge 里面找一些资产，然后把它的那个箱子贴图贴下来，然后你可以自由的去贴一些贴子在上面，甚至去画一些凹凸贴图呀，一些镂空贴图呀，都是 OK 的。好，课程的结尾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套脚本库。那这个脚本是这个 ATUR 写的，我不知道怎么念啊。然后他自己在博客上经常会发一些自己写的一些心得啊，还有一些插件什么的。然后这套库特别的厉害，你可以看到很多，对不对？然后你下载的话是在这个地址，一会儿会附在那个底下，我们那个视频的底下。下载的话在这里有个 code， 然后点这个下载 zip 文件包，下好之后解压，然后放在 sysd 的这个 script 文件夹里面。好，我们往下看，它这里有安装方式， Mac 和 PC 都有。然后我们看看里面有些啥。你看这个东西是可以直接创建一个平滑细分的那个 tag， 这其实没什么用。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叫做 Magic Center 的一个插件，它其实就是直接恢复轴心到中间。这个呢是把摄像机烘焙出来，然后这个是烘焙点击别动画，我们一会儿就要用这个。然后这个东西是烘焙 PSR， 这和点击别动画不一样的是，它烘焙的是整个的位置缩放和旋转。那这个东西很有用啊，你可以去
用手 K 去先 K 出一个大概的东西来，然后直接烘焙，或者说用一些动力学的东西去创建一个随机化的路径，然后呢再在这个路径的基础上去烘焙出来，然后去对它进行平滑的优化等等，这些都是额外的啦。然后这个东西也挺神奇的，它可以在一个物体的点上创建一个空白，然后这个空白呢就可以去拖动这个点，有点像那个角色标签里面的那一个簇它的功能等等吧。其实这里面非常的多，包括去拷贝关键帧的这个曲线，导出 OBJ 序列等等等等。然后这个东西是用在 RS 里面的，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可以去整理你的 RS 的节点，垂直对齐、横着对齐，然后垂直分布和横着对分布，也是挺有用的。然后它一直都在更新，其实这个库是一直都有在更新，看最近是3月15号，大家可以没事就上去更新一下，然后它里面的功能是很强大的，可以帮你节约很多时间。然后我们来 SSD 里面也演示一下，看现在有2个做好的这个动力学的动画，然后我们这2个物体呢直接选中一个，摁 Shift C， 然后出来你看 ARPLA， 我们重新打一下 ARPLA， 直接双击它，再等一会儿，你看直接就烘焙出来一个新的 Port 1了。然后我们把这2个隐藏，它自动会帮你把那个动力学标签给禁用了，然后这个东西你现在拖动时间轴，它就是烘焙好的了，是不是很快？直接运行这个脚本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烘焙第2个，好，隐藏原来的，这个就是烘焙好的点击别动画。好，这个比那个卡布奇诺和这个 Alembic 烘焙的都要快，所以但是我们还是先讲基础嘛，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插件，或者说有一些例外的情况要塌陷一些物体的时候，还是用我们前面的方法会比较靠谱一点啊。这个插件也是一个选择。然后第2个事情呢，是我们这套公开课有提供一套贴纸模型，可以用来做任何的非商业的项目，包括我们后续最后一节公开课讲的那个滚动贴纸的东西，你可以用这些模型库直接去用。那它是已经做好了 Octane 的材质，也展好了 UV， 然后拓扑也稍微做了一些，像这个罐子稍微没有做，其他都是做的比较均匀的，也可以用来做动力学的模拟。要求就是仅限自己使用，非商业的目的，然后也不能2次售卖。反正其他的自己学习啊，做着玩都可以。然后我还是鼓励大家去用自己的模型做，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做出来让别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好，那这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好，通过我们上节课学的这个展 UV， 并且呢烘焙 UV 贴图的方法，你可以在 PS 或者 SP 里面去完成这个贴图的绘制。那左边呢是在 Octane 里渲染的效果，我们点开一下渲染，你会看到我这个版本呀，它的布料曲面呢是套在这个东西外面的。我是先在这个基础上做好了点击别，是一个单面的模型，所以呢它带来的缺陷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做选集去改变内侧的这个东西的贴图。你可以用这个正反的，这里有一个 side， 可以用正反呢去做2个材质的区分，这里就先不处理了。反正你用我们上一节课提到的那个方法呀，就是把点击别动画烘焙在布料曲面之外，那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可以通过选集来把内部的材质也区分一下。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动力学的部分。这3个小球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可以在里面放任何你喜欢的模型。涉及到动力学和柔体的知识，我们会稍微的讲一下。如果柔体的基础你不是太熟悉的话，可以来参加 Momento 的线上班去学习更系统的这一部分的知识。然后我们在准备好这3个小球以后，直接给所有的小球上面贴一个动力学标签，然后我把我之前的删掉吧。选中它们，点右键，找到 Simulation，然后点上 Soft Body， 我们不需要做太大的修改，但是呢，我们先要进设置里面，找到设置 Dynamic， 然后看一下你这个东西是多大的，像我这个是9嘛，
你可以把你的如果你不熟悉的话，你尽量把你的模型尺寸也做到这个大小。我这个盒子的大小大概是37、42和21，你尽量和我做的差不多大，因为动力学它还是跟尺寸有一定的关系的，它的解算精度跟尺寸有一定关系。然后小球的大小是差不多10乘10乘10厘米。好，我们到设置里面去呢，把重力关掉，把时间缩放改到50，然后这个专家里面高级里面去把碰撞边界调小一点，缩放调小一点，然后把这两个步每帧和每步最大解析器迭代，你就按照我的参数这样去设置就好了。好，然后我们回到柔体标签，同时选中3个，然后呢把 structural 改成15，把 shear 改成15， flexion 改成15， damping 的话我们先改成12吧，都改成12。然后我需要去调整 resistance 和这个 pressure。我们现在第1帧开始，第0帧给 resistance K 一个帧，给 pressure K 一个帧。这个东西控制的是你柔体伸展的长度，就是我们从100%开始，大概生长到120%的样子吧。我们到第30帧的样子 K 上给到140吧，140会夸张一些。你给了它伸展长度以后，再适当的去补充一点点充气，让它能够有一定的膨胀。我们把 Octane 先暂停了，然后回到第1帧，点一下播放。有看到它现在会穿过这个盒子，因为我们盒子上没有给动力学标签，我们同样是选中这2个，母对象上贴1个也是 OK 的。然后找到碰撞体标签 Collide Body， 贴上以后就行了，就不用管了。这个 Collide Body 它就是负责处理碰撞信息的，它是一个静态不动的东西。有点级别动画的，你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静态的，没有问题。然后我们点播放，你会看到盒子和这个柔体已经发生了一些碰撞了，它就会从里面挤出来。因为既有伸展长度的增加，又有压力在补充，所以它会被里面挤出来。同样你可以给这3个小球一定的初速度，我们找到它每个小球的轴心 Z 轴，往这个负 Z 的方向走。所以呢，在这里有一个自定义初速度，给到 Z 轴-5吧，看一下什么效果。好，还可以，它会有一定的速度往外挤。当然因为也有摩擦力的作用嘛，所以会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一些。它会慢慢的因为箱子的阻力而被牵在里面。好，我们得到这个以后呢，我们选择一个动力学标签，注意是一个，然后找到 cache， 在里面背扣。一般来说不会太慢，如果你太慢的话，一定是有很多的尺寸的问题啊，还有前面的设置的问题有点问题。好，我们它烘焙好以后呢，你看现在就得到了一个软软的 Q 弹的这个动力学小球。当然这个东西呢，我们是不能被后续的 MoGraph 的时间偏移识别，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从动力学的标签状态去转化成 PLA 动画，也是一样的，跟这个 box 一样，我们需要把它们都转成点级别动画。那还记得之前的方法吗？找到 Cappuccino， 勾上 PLA， 点击 Start Real Time， 摁住，看这个第一个就已经有了，然后它的动力学标签给它删掉，看一下也是还有的，那我们就得一个一个来，它是不能3个一起选的。好，这个面板留着，点一下 Start Real Time， 摁住。好，选择第3个，开始，摁住。好，把它们的动力学标签都删掉，然后你播放看一下，现在3个都记录好了。好，那我的这个原片里面呢，还有一张脸，我把这个先关掉，看我这里还有一个，把它缩回去一点。我们把这个动力学标签呢，就是按照刚刚的这个做法一模一样的用上来，我们稍微的改一下，15、15、15、12、12、12。好，点一下播放，我们也是同样的烘焙一下。这一次呢，因为只有一个物体，所以点这个单个物体烘焙就行了。还是找到 Animate Cappuccino， 开始，摁住，然后删掉这个标签，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堆点级别动画。你会发现这样处理完之后，你的动画特别的快，基本上就是实时的。然后我们都解锁，拿到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开始下一个步骤了。
好，经过上一阶段，我们把这个小球的动力学也做好了，并且把这个小东西呢，它的 PLA 动画也烘焙好了。那现在我们来稍微的整理一下，应用到下一步里面去。那首先呢是复制2个盒子，因为我想要间隔着去做2个不一样的动画。第一个盒子把它和1、2、3个小球一起选中，然后摁一下 Alt G。第二个盒子摁住 Command 去选择这个 Face， 再摁一下 Alt G。好，我们把它命名为 Box 1，后面那个变成 Box 2。然后呢，我们检查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先隐藏第一个盒子，我们看一下。一般来说，动力学标签它默认烘焙的时候，它的点级别动画在最后一帧会有一点问题。你看，这是一个 sysd 已知的 bug。那我们呢，需要去剔除掉最后一帧，到第60帧的时候，把这个关键帧给去掉。到这个也一样，到第60帧的时候删掉。删掉，还有一个隐藏的这个，我们把这个先隐藏，再显示这个。你看，所有的这些东西它都在最后一帧有一点问题，把它去掉。然后这里这个穿插可以看一看是啥问题。如果说穿的比较厉害，像这个一样，你可以给它稍微的缩一点点。这个东西是不需要这些都是烘焙的时候顺便把它给烘出来的，这些都不需要 K 帧。我们应该是要缩小一点 Y 轴啊，原来是 Y 轴。好，把 Y 轴设到 0.95 的样子。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小球有没有这个问题。它的顶上有一点，下面也差一点点了，也是一样的，我们这关键帧都不需要。Y 轴缩扁一点 0.98。好，这2个也是 0.98， 可以了。播放一下，它最多的时候这里也会超一点。来把这个的 X 稍微的缩小一点 0.96， 它也是 0.96。 好，再检查一下。把它们俩往中间挤一挤。好，现在这样应该就好了。这个应该问题不大。要求严格一点的话，可以把这个再稍微的缩一缩 0.95、96。现在这个程度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再检查一下上面这个。上面那个它的扩张的幅度没有那么大，所以看起来会没那么有意思一点。我们可以呢这样 Z 轴 K 一个帧，让它在膨胀的时候顺便往外推一推，这样比较有顶开的感觉。看一眼，对吧？这样比较有顶开的感觉，给它加一点点曲线。再回过来看一下，还可以。好，现在呢是我们有2个这样的盒子，看，哎，下面这个3个小球的位置好像有点问题，应该是要靠外一点的。我感觉这个大的这个球也可以再外一点。我们跑到 F curve 里，往下拖。再看一下，这个你想要的话，也可以稍微的给它 K 一点点，让它更生动一点，大概得到30帧的样子，把它往外推，然后加上曲线。
好，这样我们就算整理好了，一个 box R，一个 box E。接下来我们用 MoGraph 去接管它们的动画。首先呢，创建一个克隆，然后把它们俩都一起丢进去。我们把克隆的模式改成 linear， 然后 Y 轴设为0， Z 轴大概给到50的样子吧，然后增加一点数量。空间有一点局促啊，再拉大一点，60。然后你看这样子的情况下，你点播放的时候，它们的动画就会全部都开始播放，到大概第60帧的时候播完。那这样是不行的，我们想要用 MoGraph 来接管它的动画的话，我们需要到 Transform 里面去把 Animation Mode 改成 Fixed。那这样你点播放的时候就不会播动画了。这个时候你需要用到 MoGraph 简易效果器来接管它们的动画。首先呢，把这个 Position 去掉，然后把 Time Offset 加上60。这样的话，简易呢就会对克隆里每一个对象都产生效果。那它默认情况下，这样产生的效果是所有的东西都往后偏移了60帧，所以你这时候点播放的话，没有任何的动画播放。你需要去 Plane 里面找到 For Off， 然后去添加一个线性域。那线性域影响到的权重就会变成60帧，它没有影响到的地方就是保持着0帧。好，你看这个时候我拖动这个线性域，它经过的地方，这些箱子就会挨个的打开。好，我们来还原一下案例里面那个效果，同样也是 Plane 效果器，但是我们把克隆的方式改成环状的。那它默认呢是这样子朝向的嘛，我们需要到 Transform 里面去改一改，把这个 XZ 平面改一下，改成 XY 平面，然后稍微的加多一点，我觉得6个的样子还可以，但是朝向好像反了，把它这样转一下，负90度。我们先这样，先添加个圆环，我们用这个圆环的样条来做一个域，到 Plan 里面把它拖进来。那现在有一个这样的域，从圆环的起点开始到结束，它的权重从0慢慢衰减成1。那它的 remapping 你可以看一下，它就是从0慢慢到1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这里呢，可以去修改一下曲线，让它从0到1呢，然后又变回0。那这样在这个圆环上就可以不停的循环这个动画。我们直接在这里右键点对称，这样就得到一个这样的曲线。把上面这个拉的久一点，把下面的也拉久一点。好，这个时候你点播放没有反应，对不对？因为这个圆环它是没有动的。如果你让圆环转起来，就会看到这些盒子挨个的打开，又挨个的合上。我们把这个数量稍微加多一点，会看得更明显一点。让圆环动起来，你看它就是挨个的打开，然后挨个的合上。你可以把这个 Plane 的曲线呢再调的更微妙一些，比如说我想要它打开的时间很短，然后合上的很快。这样就变成这样了。你看，好，我想要这个圆环不动，把它恢复一下，我就让这个克隆不停的在偏移。克隆里面有个选项叫偏移，通过 K 帧就可以让它们无限的旋转下去。然后假设到第30帧的时候，给它偏移一个60度吧。然后我们把总的帧长加多一点，比如说300帧一个循环。我们加一个 F curve， 打开 F curve 说错了，点这个 offset， 然后点这个偏移重复。那默认它是0， 0就等于无数次的重复下去。你看点播放之后，它就会一直循环播放，同时这个值它就会越来越大 ，offset 的值。你会发现现在这个速度有点快。我们到这里呢，把这个双击一下，把这个60改成30，让速度减半。再看一下。那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开盒子呀，它的起点好像是在顶上，就不太自然。我们可以通过
旋转个圆环的位置来控制起点的位置。那现在起点在这儿，稍微偏下一点，把起点设置在这儿会好一点。我们如果想让它循环不出问题啊，我们就检查一下最后一帧和起始帧相差多少。其实这个不难，你只要去控制这个 offset 它的值在最后一帧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们找到 frame preview range 帧预染范围，快捷键是 Alt H， 你会在这里找到一个交叉点，摁住 Ctrl 点一下在下面，然后找到它的值，比如说一开始是0，对不对？那我们只要保证最后一帧的时候是360就行了，然后你把这个点给它删掉。我们来看一下，你看现在第一帧和最后一帧就是一样的了。我们点播放。好，那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一个这样的循环动画。然后想要让它们更生动一些的话，我还稍微加了一点点那种旋转和那种惯性的细节。那怎么做的呢？我们到效果器里面去添加一个简易，然后把这里随便填1、2、1，稍微有一点位移，然后旋转这里呢给个10度、负10度和10度的一个角度变化。那你看现在 Plane 它会对它产生一定的这种角度的变化。然后我们添加一个公式域，让简易的权重随着时间周期发生一些规律的波动。现在每个盒子呢都稍微有一些角度上的抖动，而且公式域默认的话是循环的，只要你的帧数和你的工程设置的帧率是成一个比率的关系就可以。好，那这是这个东西。那接下来这个案例呢，其实用到的也是前面的技术。首先依然是复习一下我们 POA 级别点级别动画的烘焙。第二个是也用 MoGraph 的那个时间偏移功能来完成一些形态的转变。不同的是，我们不需要再用动力学的柔体部分，我们要用修改器来制造一种假柔体的感觉。那它相对来说更简单，而且呢也更省计算的资源。最后呢，用动力学来制造一点点碰撞关系，然后用 Xparticles 来收尾，做一点点粒子的效果。做这个案例之前，我们已经把这些模型都准备好了。那大概是有10个不到的样子，10个多一点的样子。然后开头的话还有一个这样的滚动的小人。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这现在每一个东西呢都可以有它各自的动画，然后呢我们会借助效果器和域的结合去让它们去控制它们的播放。比如说我给这个小棍子做一个弯曲的动画，R23它有一个这样的控制器，它可以去调节我这个的轴向，然后我们勾上保持 Y 轴的长度，然后我给它一个值，在大概第30帧的时候到-180，在0帧的时候呢是0，然后我让它这个弯曲有一个这样的动画。好，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动画，然后每一个都给它安排一些动画。好，然后我们把这些都收起来，然后给一个克隆。我们现在先以一个小的值来测试一下，假设只克隆12×4，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它们的坐标好像不是特别对，尤其是这个虫子。我们去检查一下，我们把所有的 Spherify 都选中，都 fit to parent， 然后设成5。我们给所有的这些物体都到 Mesh 这里执行一下，把轴心归位，再把它们点出来，这样大家都平齐了。然后我们克隆的位置，这里有一个 parameter， 先把它关掉。好，现在大家都排好在地面上了，我们来测试一下，用这个 plane 去控制它们的动画。把 plane 这里的改成30，你会发现现在
被效果器影响的地方，它就会去播放刚刚那段动画。这个时候我们播放看一看效果，你应该会发现 Jigger 好像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发生作用，因为本质上颤动 Jigger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类似一个解算器，它是实时在算的，所以我们这种通过接管时间偏移的方法对 Jigger 是没有效果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对带这种颤动的物体，我有一些做了弹性嘛，这种带颤动的物体去烘焙成 PLA 动画。具体的步骤呢是打开这个 F Curve， 然后选中它，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 Bake Objects， 然后我们把它全部勾上，点一下烘焙，你会发现没有东西出来，对不对？经常这个 SysD 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在它之上去套一个 Subdivision Surface， 然后把它拖进去，去烘焙这个东西，也是全部等级。然后我们这个呢，它的子集就已经烘焙好了，它有100多帧。然后我们把原先的这个删了，我们把这个都去掉，把这个 face 拖出来。这个现在的这个东西，你看，即便我把这些都关掉了，它的点级别动画也是烘焙好的。然后实际我们要用到的就大概到这就为止了，所以我们可以把20、30帧以后的这些全部都删掉，然后把下边的效果器也可以删了，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已经烘焙好的这个东西了。然后我们再把克隆打开，然后再用这个 plan 来看一眼，你看现在这个就有 Jigger 的效果了。好，没问题。那这一段我们做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就去我们可以在克隆这里稍微的缩小一点点，比如说 0.8 让它们小一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线性域啊去给到这个 plan， 这样。好，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去拖动这个线性域就会触发它们，一级一级的触发它们的动画。好，这个已经搞定了。然后我们给这个 clone 呢去添加一个 random effector， 但我们不要去影响它的坐标，只影响它的旋转。我让它们每一个呢都稍微有一些旋转的偏差，这样我去拖动这个 linear field 触发它们的时候呀，每个的角度会略有一些不同。好，那这是我们第一部分的原理。接下来要做的是让这个线性域跟随着这个小贴纸啊往前的滚动。那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呢是这个小贴纸它能滚起来，而且它能顺着这一条直线往前滚。我们是这样做的，这个贴纸呢本身它是一个有朝向的物体嘛，但是呢我们给它一个负极是朝向我们想要的这个轴的，那现在它可以顺着这个轴往前走。然后呢我们给的这个空白啊，我们就直接让这个空白转起来，让它这个空白这样去转。好，我们给它这个贴纸上面贴一个 rigidbody tag， 然后呢去 force 里面把这个 follow rotation 给填进30，然后我们给到它这些值都是默认的，然后我们给地板添加一个 collide body， 然后我们给负极啊 K 一个动画，我们在第0帧的时候设为0，到末尾这一帧的时候设为3600，然后我们点播放，你会发现它有一点偏移。那这个怎么办呢？我们把这个 follow rotation 的值再给高一点，我们再看，你看现在它就在这条路径上了，只要这个值给的对啊，基本上它也不太会偏差的很多。不行的话你就再给高一些。然后我们得到了这个东西之后呢，我们把这个 smile 啊把它给烘焙成 ABC。 OK， 然后之前的这个动力学状态我们把它给关掉，把它隐藏。我们要取这个东西的运动轨迹传递给我们的 linear field。 好，我们先把 linear field 摆好一个位置，
我想要它是跟着贴纸走的，但是比贴纸稍微的慢一点点，去触发底下的东西。然后我们给它到 Rigging Text 里面去找到 Constraint， 选择这个 PSR， 到 PSR 面板里面去，在 Offset 里面去把这个保持原始给勾上。这个勾上的目的是为了让我把线性域拖进它的目标以后，不要直接对齐到它，我想要它保留它原来的位置。这里面有很多的选项呀，我们现在呢只想要跟踪它的 X 轴上的运动，所以呢我们这里把除了 P、X 以外的其他的都关掉，同时把这里的 Rotation 也关掉，我们再把这个 ABC 文件拖进来。好，然后这个时候你点播放，你会发现它已经跟着它走了，然后它走过的地方呢就会去触发地面的这些物体的点级别动画。达到这一步的话，我们基本上大体的这个最难的部分已经完成了。我们去把这个地面上这些克隆的物体啊重新加回到30多，我之前应该是40吧。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啊先去把这个禁用了，我先不想它触发，我想让它在初始状态的时候这个东西是落在地面的，我们给它在 Simulation Tag 里面添加一个 Rigid Body。 然后呢因为现在的外形是比较复杂的，我们需要去给每一个东西指定一个它专属的外形，去节省这个动力学的工作量。好，我们来耐心的来处理一下这件事情。我们给到每一个物体都添加一个动力学标签，因为我们要给它们分配不同的外形，所以呢现在只能是给每一个都贴一个标签。比如说这个 face， 我们知道它之后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样子，所以呢我希望它的外形啊是最独特的一个，而且它实时会发生变化。我给到它一个 convex hull， 我们点到这个 dynamics 的 visualization 里面是可以把碰撞外形打开的。你看给到 convex hull 的后果呢，就是它镂空的这个区域会被包进去，但是呢它整体的外形是符合它的外形的。然后呢我们给这三个，给它们三个的外形都设为椭圆体，这样你看我播放到30帧的时候，它们的这个外形是比较节约资源的。然后这个外形啊很明显它可以给一个方体 box。然后我们点上克隆，先禁用这个 linear field， 然后选中所有的标签，把这个 visualization 关掉。这个 visualization 开着的时候会很卡。好，落地之后我们全选它们，点一下设置初始状态。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情，把这个 spherify 都隐藏了，它在视图里面会占用一定的计算量。然后我们退回到第一帧，点一下播放，再设一下初始状态，再点一下播放，再设一下，让它们都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 linear field 打开，让它去影响这些动画。我们点播放看一眼。 OK， 你看现在这些物体被经过的时候都会触发动力学状态，但是它们有一些飞得太远了，飞得那么高，那这是不对的。我们再接着来去添加一定的这个阻尼，比如说45和30，可能45到40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眼。OK， 现在你看他们的，哎呦，还是有一点远啊。我们这个可能是因为穿插的比较猛，我们这个可能要给到90了。然后我们把地面的摩擦力给加大，还有这个 flow 的摩擦力加到150吧。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会看到有一些很有趣的动画变出来。我们差不多让它跑出来，只要是顺利的能跑完，那这一阶段就算完成了。然后点 back call。 我应该是给这个 rotation 的这个 ABC 上套了一个 collide body，
所以呢，它现在会和地上的这些东西也产生碰撞。OK， 然后我们把摄像机绑在它上面，我们调整好一个角度，然后找到我们的摄像机，把它拖成这个 linear field 的子集。OK， 这个时候点播放，你的摄像机就跟着它走了。我们再稍微调整一下，靠近一点点。好，那我们这个前面的动画就已经完成了。然后呢，我们来做 Xparticles 的部分。好，前面那部分如果做好了的话，现在这个 Xparticles 的部分就很容易了。我们只需要去制作一个发射源，然后我现在是准备在这个大表情的脸上去做2个发射源，然后让它们在碰到地面的时候去发射一些粒子。这样的话，这些粒子不至于会打到这个表情的脸上。然后我现在去摁住 Ctrl， 以这个贴纸为轴心，创建2个球，第一个在这儿，第二个在这儿，然后适当的调整一下它们的半径，然后呢往后去走一点，再稍微调节一下。检查一下背面，好，然后上这个材质，然后把这2个小球合并一下。但是你直接合并的话，它会改变它的轴心，所以我们在合并之前啊，先把它撕掉，然后去调节一下这个厚度，想让它薄一点，然后稍微往下走一点。我们用这种方式选中这个 smile， 然后摁住 Ctrl 去创建一个 connect， 然后把 connect 放在中间，我们再把这个2个 sphere 拖进来，然后把这个东西 connect and delete。 就把这个东西塞掉就好了吧。好，把它这个当前状态转对象，然后我们得到这个以后呢，我们把它当做这个 smile 的子集，这样的话它就会跟着它一起滚动了。然后为了我们这个案例的动画能流畅一些啊，我们把这个 stickers 先关掉，然后隐藏，这个也可以关掉隐藏，这样应该会很快。然后我们聚焦在这个粒子的部分，然后把这个东西给完成。然后我们选中这2个脸上的这个脸蛋，然后我们找到 Xparticles 里面有一个vertex map， 勾上以后去把这个物体拖进来，这样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顶点贴图的 tag 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 vertex map 里面去调节一个东西，我们想要这个物体呢，它离表面的距离为一个判定标准，离表面很近的时候去触发粒子，然后我们把这个地面给拖进来。现在的地面是 floor 对象嘛， Xparticle 是不兼容的，所以我们还是得重新创建一个它应该是可以被识别，但是我们因为一会儿要涉及到碰撞，所以我们还是自己做一个地面，用 plan 来做一个，然后把它隐藏，然后就挂在这个 floor 下面。好，然后我们去在 vertex map 里面把这个 plan 拖进来，我们双击这个顶点贴图来看一看效果。你看现在已经有一些渐变了，我想要它这个高度的时候是完全亮的，然后上面这个是不受影响的，所以我们去调节一下这个距离，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10厘米。OK， 你看现在这2个脸蛋靠近的时候就会发光，然后它变成这种橙黄色的时候就会发射粒子 Xparticles emitter，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 emitter shape 模式改成 object， 然后把这个 sphere 拖进来，然后 selection 这里把顶点贴图也拖进来，然后呢我们再去添加一个重力，在这里有一个 gravity， 然后我们再调节一下这个距离，把它再缩小一点点，我们去增加地面的摩擦力，大概有45到50的样子吧。好，这些粒子现在就会在地面上摩擦之后会停下来，
然后我们让这个粒子的出速度不要那么大，可能110的样子，然后去有一些变化，然后增加一点点粒子数量。我们再看一下，然后让它一开始的时候在这里的时候，我让它发射率为0，然后慢慢的增长一点，速度快起来之后，然后迅速的涨到2000。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有一个这样的效果，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慢了一点，应该这样。然后我们差不多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让它的发射率降下来。好，我们退回去看一眼。我觉得收的时候，在这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快没了。我们给这个 sticker 自己给它自身贴一个 collider， 让它也和粒子会有一些碰撞。我们来 cache 一下。好，我们点播放来看一下。先退回到第一帧，然后点播放。好，最后会停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因为我们这个粒子的尺寸没有设置好，我们应该把这个粒子的尺寸搞小一点，然后重新烘焙一下。接下来是渲染部分，把 Octane 打开，然后我们一开始的话是没有这个粒子会被渲染出来的，我们是要给这个 emitter 上面去添加一个 Octane tag， 然后把 particle rendering 这里勾上 geometry， 然后呢我们去自己创建一个小球，把它的半径设为1厘米，同时给它一个颜色，然后到 Octane tag 里面去把这个小球给拖进来，这样的话这些粒子就会被替换成这个小球，然后你在这里去修改它的大小是可以扩大的。好了，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公开课的内容，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在视频下方可以提出来，如果是动力学的学员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网页上或者学员群里面提问，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出满意的作品，谢谢大家。